奇迹课程本身是一个课程，它有3本书，然后围绕它去讲这3本书，或者说去推荐这3本书的书籍，有一些，比如说告别娑婆的4部曲，然后或者说超越这个语言的旅程啊，这些都是属于辅导书，然后都是不同的作者。奇迹课程是叫海伦舒曼吧，他那个作者写的，他通灵写的，然后其他的书是其他的作者写的作者都不是一个人，但是都是围绕着耶稣的这个信息，耶稣的教诲来去讲的他们的主题都是这个内容。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也是一个辅导书，并不是奇迹课程本身。对，那要不要开始？现在已经开始了，就是但是辅导书它是会讲的比较，我觉得容易理解一些吧。就相当于有《红楼梦》，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解读金圣叹点评《红楼梦》。对，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先去学习辅导书，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一种切入方式。然后我们刚才讲到的是，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观念容易混淆，所以说我们慢一点去讲，这个也没有坏处慢慢的去学。就是我们其实作为就是本质是灵性嘛，然后我们一直是被上主这样关怀着、保护着、深爱着的一个很完美的、很圆满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现在的体验在告诉我们，实际我们现在所处于的境界是远离这种描述的，对吧？远离了真理的。然后耶稣就开始指出我们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在用眼睛和我们头脑里面的念头在解释这个世界，这本身就是在阻碍我们理解真理、体验真理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对，然后他就会教你去怎么样去破除这些障碍，那么你就直接能体验到真理，这个逻辑是通的，对吧？对，然后我们就开始去讲怎么样去破除这些障碍呢？其实泰雅天书也是一样的，就是它只不过起了个名叫大脑病毒嘛，然后耶稣这里面就开始讲了，说实际上呢，奇迹课程的境界是要去让你去建立一种对念头的超越，对于世界的念头，对于大脑的念头这些本质上呢都是属于我们的一种感知方式。感知方式只是对体验的一种响应或者说是理解。然后他有一些再具体的这些话我就先不提了，我就先用简单的方式来阐述吧。就是我们对于世界的这种理解，对于世界的这种思维，这个统称为我们的感知方式，这个能够理解吧？然后也就是说，我们认识了这个世界之后呢，我们就有了一种思维或者说念头。实际上这些念头、这些思维，它是建立在已经发生的这些事情之后才形成的，它本质上是没有创造力的。所以课程在不停地告诉我们，所有的这些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这些念头，这些感知方式是毫无意义的。他为什么会强调毫无意义？因为耶稣他反复的去告诉我们，我们首先的一个前提是，我们的本质是处于圆满的完美的状态的，但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看到了世界，我们的耳朵听到了世界，我们的头脑思维对这个世界产生了理解，产生了念头，这些所有的这些感知，统称叫感知模式、感知方式，实际在阻碍我们体验真理的那个圆满的境界。就打个比方，如果说真理是一段美妙的交响乐的话，我们的头脑、我们的思维、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就相当于在一个听者旁边拿大喇叭对着他喊，让他阻止他，不让他去听他在所处于的那个美妙的交响乐的那个环境当中，类似于这种感觉。
或者比如说你在高考你在答题，本来是非常全神贯注的非常圆满的一个状态，不停的有一个人在拉扯你，然后再跟你吵架，不让阻止你在做题，所以你这个题你肯定对吧，你体验不到了这个东西，因为有一个障碍在障碍着你。然后耶稣给他起了个名，就叫做感知系统，感知方式。然后他进入你说。对，我们有一位观众留言嘛，他说其实有的时候那些婴儿他们的感知能力反而比成人要强很多，他们的分别性说的太对了。对，然后我就想到我读初中的时候，就是真的是有时候很莫名其妙啊，我初中的那些老师，他突然可能是他自己的就是工作不顺心嘛，然后他就看到哪个学生在那里说话啊，你现在笑我要让你哭，等待会儿成绩单出来了，那个成绩出来的时候啊，你都退步那么多名啊，乱七八糟的。然后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所谓的排名当时那么追求的，反而是很空的东西。但是你说作为一个那个青少年，你那个成长的阶段，你跟那么多同学同龄的那些灵魂吧在一起，那才是最宝贵的东西啊。但是呢，就是其实我不知道现在的那个老师怎么样了，但是也许现在的要好一些了吧。对，其实你的这些觉察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耶稣他在后面就马上就提到了说，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我们眼睛看到耳朵听到的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不代表不让我们去爱这个世界，或者说去爱这件事情，它是不反对的，或者说这个是对我们没有影响的，因为它是属于我们本质性的东西。所以说你刚才表达的东西就是说白了就是爱和恐惧这两个对立嘛，就是你的本质想去爱和同学去玩啊，去闹啊，去开心啊，去快乐，对不对？但老师总想用一些恐惧一些东西来操控我们，对吧？给我们一盆凉水，给我们一些打击，让我们的心灵变得不快乐不平安。所以说你刚才说的那个婴儿的比喻其实是完完全全正确的，婴儿的那种本然的在没有被恐惧影响到的那个状态，它就是类似于与神合一的那种笑呵呵的，然后很快乐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什么样的体会呢？就是我们小的时候5、6岁之前的那种快乐是远远大于我们成年之后的那种感知快乐的能力的，这个你是不是也有体会？对，而且我就算是最压力最大的时候，我就看着小孩，即使他什么话都不说，我就看专门看着小孩，印度的呀或者欧洲的呀，我就感觉很放松，超级放松。对，因为他们代表着是一种本源性的东西，他们其实代表着是某种程度的天国的境界就是我们本来的样子，比较圆满的一个状态。后面耶稣都会提到，你就带着这个疑问你去听，马上就能产生共鸣。然后耶稣进一步解释了说，我们的感知呢实际上是一种过滤系统，它这种过滤系统呢让我们看到了物质世界包括我们自身，但是我们被迫的相信了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现实的存在，也相信了我们自己就存在在这个世界当中。他举了个例子，你相信你的身体就是你自己然后奇迹课程带给我们的信息呢，是我们真实的自信是灵性而不是身体。这句话是非常绝对的，它是绝对不是模棱两可的，不是说一会儿是身体一会儿不是身体，你从头到尾就没有是身体过，它是这样一个结论。所以说这个世界的感知结构呢并没有告诉我们跟真相跟真理有关系的东西，都是没有关系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每个念头实际上是在阻碍我们成为真正的自己。所以为什么泰雅天书建议我们去冥想去打坐，要去清除大脑里的念头了？因为念头不是在成就你，而是在障碍你，它在阻止你合一，这是一个真相。所以包括太上天书说到最后接近于成道的走上所谓的爱的道路第3步的大师，他一天当中可能也就只有那么2、3个、5、6个念头，就是他
但是我们一个普通人正常人的一天可能有几万个念头，所以你就想我们的分离程度要比跟大师来比较的话是要分裂的多的，从念头的数量上就能看出来。对，因为我们的这个讲爱的时候嘛，主要就是其实跟合一是同一回事儿就慢慢大家就明白了然后呢，他这个时候呢提醒我们，其实是有一种真实的一种自信相近似的感知方式。课程呢把这种方式就起了个名叫正知正见。这句话我需要重复一遍，就是耶稣说确实有一种感知方式，就像我什么是感知方式？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有念头的，有想法的，用眼睛去认知世界的，用耳朵去听这个世界的，和这个世界互动的产生的这些我们每天在使用的这些东西，有一种方式，特定的方式，可以让它很接近于我们真实的自性，或者说是接近于与神合一的那种天国的境界。但这个你想不想知道是什么？就是他起了个名，这个叫对，起了个名叫正知正见其实这个就跟佛法已经非常的，对吧？大家能感受到，佛法也要讲正见那么他说这个东西呢，就是这个正见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东西，因为它不是你能够推理出来的，不是你经过多少年长年累月的学习，或者在一种什么复杂的思想体系能够钻研得出来的一种奖励。所以说课程强调与神合一的这种平安的境界是我们每个人的终极命运，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就可以获得这种完全的平安，只需要我们接纳我们自己的真实自性，而且你要有一个愿心，你愿意去接纳你真实的自性，你愿意去秉持着正知正见，那么慢慢的你就会开始超越这个尘世间的这些所有的东西，然后找到了自己那个本身就属于你的那个东西。这里强调的就是愿心两个字，就你得有一种意愿。你如果说我不愿意去想了解什么是正知正见，我不愿意去处于与神合一的那种完美的境界，那可能你是学不下去的这个课程对你来说是没有一个驱动力的。所以我觉得听我们节目的人应该是某种程度也是有这种愿心的，想去超越这种尘世间的烦恼啊、痛苦啊、分裂呀、仇恨呐，对吧？大家想去寻求一种更好的生存方式，生命的体验方式其实他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方法。你说，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历史事件啊，一些人物啊，你想知道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想让我们去考据去查就是各方的史书是怎么写的，然后交叉论证。对，但是后来发现这样子的话行不通，因为真的很多都是很蒙蔽的那些东西，就是就是而且很多方面的史料它会是那种就是他告诉你真相，但是他只是他说的都是真话，但只是部分的事实，他另外一部分他被隐藏了，所以你不管怎么交叉论证，你去看越来越多的资料，你去看越来越多的书，你只会大脑越来越乱，那还不如就直接禅定，就放弃向外求走，而转向于向内反求诸己。孔子也说反求诸己，然后我从内心按照自己的良心来去应用这个正知正见，然后你自然会得到真相。对，而且再就是有一些事情它真的是没有好坏对错，没有真相的，也不用太纠结。对，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们刚开始论述了说我们实际终极的追求是获得内心的这种快乐呀、满足啊、幸福啊、喜悦啊，对不对？这是我们的终极的目标。但是我们就是说通过确立了目标之后大师告诉我们，实际上如果你不找到你的真正的存在本质的话，
你是无法被本质性的去满足的也就是说，你去寻找物质世界的答案的话，最后只能寻得一场空因为你的本质不在那个外面，不在那个物质那个桌椅板凳上面，他们如果对于你来说没有意义的话，就相当于是不存在是一样的，是不是这样的？之所以你在乎他们，你是觉得那些东西对你是产生了意义，产生了连接的，你觉得这个桌子属于我，那个电视属于我，所以我在乎它。但是实际上这些东西本身并不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满足，我们一直迷失在这种寻找和追求当中。所以说大师给我们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你想体验真正的满足，真正的圆满，那你不妨试试我的方法。如果你想知道答案，只有你自己去实践之后，你才能得到这个终极的体验吧。所以你通过找各种资料，找各种方式方法去论证这个东西，你只是在去论证它而已，你并不会去体验到真理。所以这也是很多在追求真理道路上走入误区的人吧，就是他不停的在去学习很多的资料，然后掌握很多的方法，但是每一种方法都不深入其中的去学习，去化解他的头脑当中的杂念，那实际上他的体验并不会变得更好，他只是掌握了一堆的灵性的知识而已。但是处于这个阶段的人实际也并不少，有很多很多。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也就像你说没有好坏嘛，那你多掌握一些知识，一旦有一天开始去使用的时候，也会用的比较得心应手吧。对，这个就不着急。怎么样？怎么样锻炼自己的正知正见呢？马上他就告诉你了，就是如果你有这个愿心的话，你就要接受正知正见。接受了正知正见之后，你就会开始接近圆满的境界，接近真相的境界这个层次。所以说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去使用我们的感知方式、感知模式的一种技巧。这个能听懂吧？就我们现在仅有的生存模式就是感知，对吧？眼耳鼻舌身意在感知这个世界，但是感知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本身是一个障碍。很多人认为这种感知模式下是找不到真理的，但是耶稣告诉我们，实际是理论上来讲，这些感知模式不会让我们找到真理，但是它会把我们推向真理，如果用对方法的话。它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你也不要小瞧你的念头，不要小瞧你眼睛看到的这个世界，它可以是你走向天堂的阶梯，就是类似于佛教说的那个，对吧？你到了彼岸之后，你就把这个船，把这个舟弃掉了，这个世界就是我们到达彼岸的那个坐的那个船，最终我们是要把船扔掉的。我们到达彼岸之后，船就没有意义了，工具就可以扔掉了。所以说大家不用去纠结说什么念头啊，什么世界啊，这些东西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去使用它的。接下来就是说奇迹课程教导我们，把我们这种非常繁忙的这种头脑，这种杂念怎么样在这个当中去聆听一种正确的声音它被称为就是上主的天音其实也就是圣灵的声音我们之前也讲过一些，圣灵实际上上主就是说有一个发言人就是圣灵一直在对我们说话圣灵一直对我们说的是什么样的话呢？你看他告诉我们了，他说这些声音呢就是让你去感受到爱、平安、喜悦和自由没有其他的了。也就是说你要去选择聆听正确的声音，而不是分裂的声音，让你痛苦的声音。那些声音对于我们来说是我们不需要的工具。我们现在需要的工具就是圣灵的声音，圣灵的声音也代表着正知正见。
但是我们是不是很多人是听不到的呀？对吧？就像太傻天书说的，那太傻的声音我们听不到，那我们怎么修行啊？那没关系啊，课程直接告诉你上主的这个圣灵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呀，什么样的方式，让你去分辨，你要有一个分辨能力。然后他又讲了好多的这种一些灵性的知识，比如说我之前也讲过，他说上主的创造方式是单向的所以我们的创造方式也是单向的也就是说这规定了受造物不能反过来改变它的造物主，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去改变上主的能力，我们创造的这些存在，他们也没有反过来改变我们的能力。这种创造是单向进行的，这个是，也是一个真相，是无法改变的。可是我有一个小的问题啊，你看，那个你要是看，就是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嘛，它从东汉北魏时期，它那些佛像，所有的菩萨都是男性的，而且都长得像印度人，像中亚人，身比高木的。好，然后到了就是隋唐的时候，慢慢中国化了，然后到了就是唐朝武则天之后，菩萨就开始有女性，然后到了宋朝的时候，所有的那些菩萨呀，那基本上跟中国人的面庞长得没有任何区别了。那这是不是那个创造？是不是就是受造者反过头来改造创造者？然后类似的还有再就是你看中国的那些神仙。中国的神嘛，那基本上就是比如四川的那些当地的神，他长得脸有点像四川人然后在陕西汉中的，就是他那边有羌族的有一些神他那个脸型，因为那边的人他那种就是算是瓜子脸的比较多嘛，对他，然后他那边我去看他的神庙的神的脸型也是瓜子脸的多。好，然后印度的神呢？他是像印度人，甚至还有一些印度教里面的神嘛，你会觉得他怎么是蓝色呀？蓝色的皮肤，其实他是美化那种就是黑皮肤的印度人嘛。对，然后你西方这边的就是这些神长得像西方人，对，那他这不是跟你刚刚说的单向的创造有点矛盾的吗？那他这个层次是不一样的呀，因为这个世界是我们梦出来的呀，我们是梦者呀。这个世界是改变不了梦者这个存在的呀。你说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梦出来的虚假的东西啊，它们本身都不属于是真实的生命就是创造这个东西是单向的，然后它是怎么说？它除了单向之外，它没有其他的区别就是耶稣就是给我们指出这个真理。他也不想就是说绕弯子吧，他就是告诉我们，其实上主创造了我们，然后我们和他没有任何区别，除了是他造的我们我们得遵守他的创造方式，我们不能去改变他，他也不会去改变我们，因为他是按照自己的一模一样的方式创造出来的我们跟他有相同的能力完全相同的能力，但是因为创造就是单向发生的，所以说创造者无法被他的受造物所改变，所以我们没有改变上主的这个能力，无论我们怎么去疯狂，或者我们怎么去扭曲，我们怎么去乱用这个能力，都改变不了这个能力给予我们的这个能力的上主他为什么指出这一点？其实他就想强调的就是，即使我们妄造了这个宇宙是非常的可怕的、非常恐惧的、非常痛苦的，但是这个丝毫不影响上主他所处于的那个圆满的，或者说他给予我们创造的那个圆满的那个境界是没有改变的。也就是说他给我们强调的是，即使我们困在了自己噩梦当中，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可以回归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家园，它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妄造出来的这个噩梦是没有能力去改变我们所处于的真实的家园，因为我们所处于的真实的家园是我们自己造的吗？不是我们自己造的，是我们的创造者上主给我们造的，这就是单向的好处，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
就相当于你有一个家庭账户，你也给孩子开了一个家庭账户，无论你那个孩子的家庭账户亏了多少钱，亏多少个亿，他跟你给孩子创造的那个家庭，就是说最原始的那个家庭账户是不受任何影响的。能理解这种感觉吗？对，对，就是孩子那个账户，他再怎么去胡作，胡乱的去，就是说，就是胡作乱造吧，这种感觉。但是他丝毫不会影响你自己本身的那个家庭账户里的，余额。他的那个债务是转移不到你这儿的，因为创造是单向的。所以你永远有一个很完美的家园可以回归，这是真理啊，向我们传达的一个好的消息吧。就即使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个很痛苦的宇宙，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完美的家园可以回归，因为那个家园不是我们自己妄造的，那个是上主给我们造好的，创造好的，而它的完美性永远是不被破坏掉的。这个很有意思哈。就像秦二世，他最后怎么样指鹿为马，重用赵高，然后把整个大秦帝国给毁在他手里了，但是也影响不了秦始皇统一六国，然后他千古一帝的那种形象。是的，因为这个东西是单向的。你慢慢就会明白这个为什么是单向的。其实这也是一个上主的智慧。对，他其实是故意这样的。他有他的一个智慧在里面的。挺有意思的这个东西。然后呢，接着往下我们来学习啊。喂。然后我看一下啊，因为我有些段落我要跳过嘛，就不能讲，不用全讲。然后他讲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你最终会明白，其实上主就是合一，上主就是一切的所示。那么上主的每一个部分呢，其实也都是上主，就包括你和我，包括在这个星球上生存的每一个弟兄。在灵性的层面上，心灵的层面上，实相的层面上，我们全体都是合一的。这个里面其实就有我之前说的那个全息性、全向性，就是因为上主它是合一的这种存在形式，它永远是一个整体性的存在，所以说它创造出来的部分，创造出来的生命也是在这个整体当中的。因为它就是这种模式，它没有办法创造出一种自己不是的模式。你能不能理解？因为就是没法创造出，他没有办法创造出一个跟自己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他永远是因为他是合一的，所以说他创造出来的部分，其实本质上来讲也是他自己全体的一模一样的东西。这个能理解吗？全息我之前就讲过，就看人体细胞其实就是遵循全息的原则，就你任何一个细胞里包含的 DNA 实际是能创造出来一个整个整体的，对吧？这个就是全息。对，所以说上主的任何一个部分，也就是你和我们都是他的一部分，实际我们包含整个上主的真相，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上主的真相在里面的，就相当于一个 DNA 的感觉似的。所以说大家都是平等的，然后相同的，然后是合一的，因为是完全相同的一样的东西。然后呢就是这里我就多扯一句吧，就是佛教有个概念，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心是本质嘛，然后心的话像宇宙那么大，其实就是打个比方，实际就是比宇宙还大，就是没有边际的那种大小。然后呢，就是有人问佛，那就是说每个人都像宇宙那么大，那我们的是怎么存在的呀？然后佛就打了个比喻，打了个比方，他说那就如是千灯嘛，就相当于一个房间里面点1000盏灯那种感觉。
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整体性的存在，但是又同时存在于这个整体当中。所以佛非常的有智慧，他打了个比方，因为我们能理解的方式就是，如同一个房间里点了1000盏灯，那么你这个房间里是不是每一盏灯的灯光都在这整体当中？但是你又不能说这每一盏灯是不存在的，对吧？就其实大家就是相融在一起的这种感觉，就是每一盏灯就像一个宇宙一样，而每一个心灵都是完全重叠在一起的，享受着他们共享的是整体的这个光辉，这种感觉。所以说心灵和心灵之间等于是其实就是一个，本质上就是一个，因为你所有的灯最后可以聚集在一起变成一盏灯的感觉，对吧？你从外面看起来就是整个的是一个光球的感觉嘛，是亮的。所以就打了这样一个比方，慢慢去理解吧。我们全体都是合一的，然后呢，所有的生命呢都是来自于上主的这种创造的恩赐，所以说都显现出同样的这种奢华、壮美、和谐和融洽。这是我们的本质，就这些词都是形容我们本质的。我们本身就是非常的奢华、非常的壮美非常的和谐、非常的圆满的这样一种存在方式。那么有人就会问起说，生命在这个星球上的这些悲剧、暴力啊、疾病啊、死亡啊，对吧？悲痛啊、眼泪啊，那我们怎么去来认识它呢？然后耶稣就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一切都肇因于同一个东西，那就是恐惧。如果我们不是被自己的恐惧和痛苦吓傻了，是不会创造出这样的一个世界来的。也就是说，耶稣直接指出了我们的宇宙、我们的世界的由来，就是因为我们过于的恐惧、过于的痛苦，我们在这种神志不清醒的状态下，我们造出了这个3000大世界。然后那这个大家可能很难相信哈，那我们慢慢的去理解、去观察就可以了这个我觉得每个人需要去寻找自己的答案，不是说我们去灌输给大家，我们说这个世界是一个疯狂的创造，大家觉得可能理解不了，那大家慢慢去观察吧。然后呢，那这个恐惧来源于哪呢？实际是一个错误的信念。我们误以为眼前的世界就是我们实存之境，就是我们的真相。其实这里面不太好理解，一个是说我们之所以创造出这个世界，其实也是因为恐惧创造出来的，但是我们又是因为看见了这个恐惧的世界，然后我们进一步的再去相生相续的去持续的去创造这个噩梦，也就是说给这个噩梦提供了一个生存条件，让它不停的被延续下去了也就是所谓的轮回所以说导致我们这个宇宙这个梦境它没有办法就是说目前来看我们还生活在其中，实际上就是我们还在使用我们的这种恐惧的方式再去持续的创造它。因为我们一开始进入这场噩梦的一个原因也是源于一个错误的信念导致我们创造出来这样一个噩梦一般的世界吧。什么错误的信念然后为什么是说因为恐惧会创造出这个世界，是因为什么恐惧？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分裂的最开始，就是我们就是在天国的时候和上主就是同时存在的时候嘛，然后我们做了一个错误的假设这个上师都提到了，就是心灵的第一次分裂，就是我们开始去想象自己不和上主在一起，不和他一块儿去创造，不用他的方式去创造的时候，我们会是什么样的？就是等于我们提出来了一个比较愚见的一个问题，然后一个假设。那这个时候上主实际上他并没有回答我们，就是回答这部分心灵，
他无视了这个错误啊，因为上主知道这种想法对我们自身是没有好处的啊，所以他直接选择了无视错误。但是呢，上主无视了之后呢，我们因为提了这个问题，然后对吧，这个问题又没有被解答，然后我们就陷入了一种自我就像那钻牛角尖一样，我以前也讲过，陷入了这个迷思当中，那就开始真的去想象，那假如我真的去离开了上主，我靠我自己去创造，然后我打造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就是所谓的这种个体身份会怎么样？抱着这个假设呢，我们就一步一步开始，就所谓的这个堕落出了这个天堂吧，然后心灵就开始第二次分裂，就是这个时候心灵已经分裂成了圣灵是一部分，然后有一部分呢就是类似于一种防卫机制，就是所谓的这个小我它产生了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答，就是其实你也可以自己去试试嘛，对吧？自己闯一闯，按照你想要的方式，而且我承诺给你一个个体身份，就是你前所未有的这种体验，因为我们原来是整体性的存在，然后它等于相当于就类似于那种诱惑的感觉，就是说你也可以尝试一下个体性的存在嘛，也挺好的其实，而且我承诺你在那个地方的话，你的创造者也找不到你你的上主也拿你没办法。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心灵已经有圣灵和小我的两种声音了，圣灵其实还是在告诉我们说，就是傻孩子，其实你想这些都是多余的你没有必要去想这些，去好奇这些东西怎么样吧，也包括就是说你也不用有罪疚感，因为上主从来就没有怪过你啊，或者说怎么样，但是我们就开始自己自编自导自演了，你能明白那种感觉吗？就自己成戏精了，自己在这想象，是不是上主怪我了，然后不回答我，然后觉得我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有问题的，然后我们产生了一种类似于自责和罪疚感，然后这个罪疚感我们就有点就是说越想越糊涂，就有点摆脱不掉了，然后后来就顺着小我的声音跟着他跑了，然后创造出了这个宇宙，然后躲到了这个宇宙当中，那最后就连圣灵的声音也都听不到，就变成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状态吧。反正心灵经历了好几次分裂。哇，还有好几次，我以为只有一次就很恐怖了。没有，第一次分裂还好一些因为一次分裂比一次严重，然后分裂的次数越多，我们的体验感觉就越差。然后上师明确的讲说，心灵的每一次分裂都会导致你之前的境界沦为了一种记忆。这句话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分裂之后，之前体验到的境界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变成了记忆，我们就失去了那种体验。这个挺有意思的也就是说我们心灵第一次分裂之后，我们就状似的离开了天堂那种体验，我们突然体验到了一种非天堂非完美性的东西，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其实就吓傻了，就以为自己犯了个大错，就类似于像玩火一样，然后突然一下房子全点着了，我们懵了，整个人就这怎么办呢？家给烧了，就这种感觉，然后自己产生了一个罪疚感，然后这个罪疚感一直就藏在我们的心底，我们就是为了躲这个罪疚感才创造的这个宇宙，然后才藏在这个里面的因为我们傻乎乎的以为上主在追杀我们这个都是上师说的，因为他这个东西就是有一些晦涩难懂的，确实这个可以理解，所以需要我们的力量去讲述嘛，去解释嘛，这个也能体现出我们的存在的价值嘛，对不对？也挺好的。对，我觉得你说的那些藏在心里的记忆嘛，我一想到全世界。好，非常感谢啊！剩下的章节呢，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
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